台湾省大量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进厂？每天8小时一直待在工厂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折磨。目前台湾省的制造业主要分为电子资讯、金属机电、化工以及民生工业，其中除了电子资讯外的3大产业都被称为传产。台湾省的手工具产业极为发达兴盛，许多工厂长期采取品牌代工的方式，基本都是小规模厂房，9成员工人数在50人以下，但是撑起了全省大半的制造业。可是，在无数省内民众眼中，这些产业就是压榨劳动力的存在，薪资低，工时长，环境恶劣，无视劳动法，这种种字眼在省内民众心中是落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根据调查，省内传产的平均年薪在54万左右，单月工时通常在172小时，每天工作大概8小时。单纯从数字上看，感觉薪资水平并不算低，可是大量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进入制造业工作。许多船厂老板都在叫苦连天，表示现在十分难招人，缺工问题十分严重。这位船厂老板表示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自由，宁愿去便利店工作，去送外卖，或者去做服务员，都不愿意进厂打螺丝。我不晓得嘞，我那冲山，我现在不太管事了，我不晓得。这人不好找啊，哈，是从以前到现在，不是现在才难找。因为来我们这边啊，哈，工时一样，但是工作时间长。哦，赶快8点钟，我在西边你问自由啊，做自由的啊，我不是贪工款啊，我何必来工厂我你管？其实不是船厂不好了，是你自己待的时间不够长，很多。少很多，其实10年前的时候就少很多了。这种行业年轻人待不下，他宁愿去跑Uber Eats，去跑外送。老板表示，他们厂里许多的老员工年薪都超过150万，这些年轻人一个比一个懒，就是不肯进厂打螺丝。在当下省内许多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在厂里每天待8小时，简直生不如死，失去了自由。由于每天这么高的工作时长，所以大量的年轻人都纷纷抵抗这种压榨劳动力的血汗工厂，更多的去选择薪资较低、时间较为宽裕的工作。然而，在记者深入工厂调查后，发现工厂里还是有年轻人，甚至好像最近都请不到人了。年轻人观念好像变比较不一样了。年轻人可能不想被绑在公司8个小时，他们可能想要弹性自由。这大部分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产业其实是不是这么的了解？第一个就不会先考虑到这一个，对，他有可能会比较先考虑到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，比如说 AI 题材相关的公司。因为我觉得自己算是年轻人，我12。之前也有一些年轻人来1-2天就走了，可能环境嘛，他们可能觉得环境比较热，或者说比较不符合他们的期待嘛。我们公司已经算凉了。哦，还不错诶，就是让那个东西从原本旧不太好看的样子，然后就是经过我这样子一个月弄，然后它就会越来越漂亮，然后会有那种细闪的那种感觉。对制造业是还好，因为就是一成不变的动作要一直重复做。在你们拍摄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在拍摄，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些工厂环境，然后还有实际上在做的事情，以一个更有年轻化，就是让年轻人愿意去看的方式来呈现给他们看。就是身边有朋友，他们也不太喜欢，他们好像宁愿去饮料店之类的。可是就是大家对于工厂想象，就像您刚才说，要搬很多东西啊，然后一直做一样的事情。但摇饮料，你可能就是每天会摇不一样的，他们可能就比较有趣。然后传统工厂基本上都不会有冷气，就是我们可能对于工厂想象就是很热、很闷、很阴暗这样。但是这里有冷气。对，这里有冷气。而老板面对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的问题，表示他们不干，有的是人干，怎么也不会怕没人的问题。铁打的工厂，流水的工人，对，一定会有年轻人进来的，所以没烦恼黑了。你可以看我们公司，你有看到几个老的吗？我最老了。流水啊，问铁的关啊，员工直直走啊，老来老唔做正常的啊，啊，但系头家未使走呢，咁正咧。